有人说这部岛国影片让人看完后压抑难受，应当抵制。然而有人却反驳说，这是一部揭露人性黑暗的良心神作，应当在全社会放映，以此来警示众人。那么到底是因为什么让它充满了如此之大的争议呢？好了，影片开始，在岛国某初中部，有这样一群没有良心的渣仔学生，明明还是上课时间，他们却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尽情打闹，没有一人在意老师还在上面讲课，老师也对这一切早已司空见惯。站在讲台上，老师淡淡的说，这是他最后一堂课，课后他就会提出辞职。然而还没等他说完，学生们就欢呼雀跃起来，仿佛这才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。紧接着，老师在黑板上写下了一个大大的命字，他说他孩子的亲生父亲是一名艾滋病患者。听到此话，教室里瞬间安静下来，有些同学甚至害怕到不敢呼吸。他笑了笑说道，别担心，艾滋不会通过空气传播，而且很幸运，他和孩子都是健康的，并没有染上艾滋。然而1个月前，在他的女儿艾美身上就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，艾美在学校游泳池里被人发现已经死去，警方认定这是一起意外事件，是小女孩不慎失足掉入水中溺水身亡。然而经老师的调查，他发现女儿艾美是被这个班上的某位同学杀死的。听完此话，同学们纷纷猜测，但老师始终没有说出凶手的名字，而是用字母给他们做了代称。老师说，凶手一共有2人，其中一个名叫 A， 成绩优秀，得奖无数，表面上是3好学生，其实背地里是一个内心极度阴暗扭曲的恶魔。从小学时候起，他就经常用自己制作的处刑机器来虐杀猫狗，并将那些残忍的照片上传到自己的网站上，以此来博取更多人的关注。然而随着恶魔一天天长大，他的内心也变得越来越扭曲，虐杀小动物已经不能再满足他的病态心理，他迫切地想要找个人来当小白鼠。于是这天中午，他拿着一个钱包找到了老师，老师正准备想打开，突然就被电了一下。 A 说他做的这个是防盗钱包，他想拿这个去参加全国初高中科学发明比赛。后来他真的在大赛上得了奖，本以为这次获奖会让他红极一时，可在当天的报道上，一起凶杀案上了头版头条，一位13岁女孩杀害了自己的一家4口，这让他很是愤怒。对社会有用得奖不能出名，危害社会杀人却传得沸沸扬扬，这不公平，他要比他变得更出名才行。于是他的心底就萌生了一个恐怖的计划。后来老师在游泳池附近发现了一个兔子包包，那里面的构造正是 A 之前做的防盗装置。老师拿着兔子小包去找 A 询问女儿死亡的真相，当时 A 被吓了一跳，低下头后又跑到窗户边，假装要跳下去的样子。老师慌张起来，结果 A 回头大笑着说，开玩笑的。随后 A 说出了那天的经过，完全不顾老师怎么想。接下来是另一个凶手 B， 他和 A 完全相反，成绩在班里最差，自卑懦弱，一个朋友也没有，在学校里还经常会受到其他同学的欺负。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当 A 主动找到 B 邀请他加入计划时， B 毫不犹豫地答应了，甚至还积极地挑选起了实验对象。就这样，2人买了一个可爱的兔子包包，送给了老师的女儿艾美，对艾美做出了那个可怕的杀人实验。这2个毫无人性的垃圾少年竟然对一个小女孩做出了这种事。凶手2人买来一个可爱的兔子小包，在游泳池边找到女孩艾美，他们谎称这是艾美妈妈送给她的神秘礼物，并催促她赶紧打开看看。然而就在女孩碰到拉链的那一瞬间，强大的电流将她当场击倒。看着眼前发生的这一幕，凶手 A 心满意足地笑了出来，他的杀人实验终于成功。随后他对着凶手 B 说，你可以到处去宣扬这些都是我做的。说完便离开了。然而令 A 没想到的是，胆小怕事的 B 怕自己受到牵连，便把这一切伪装成女孩失足溺水的假象。他把兔子小包扔到学校围墙外，然后将艾美丢到游泳池中。老师说，这就是他女儿死亡的全部真相。说到这儿，同学们也都猜到了凶手是谁。班上只有一个人得过奖，那就是渡边修哉，凶手 A 就是他。此外，凶手 B 也很明显，他是班上那个看起来就很怂的下村直树。接着老师说，警方已经定案，他不想再去翻案，因为凶手未满14岁，即使警方抓住了他们，根据法律他们也不会受到多么严重的惩罚。而且他研究过这个兔子小包，里面的电流根本不足以电死一个小孩，所以艾美的真正死因是溺水身亡，她当时只是被电晕了过去。接着老师还说，为了让2位凶手明白生命的意义，他做了一件事，那就是在上这节课之前，他往这2位同学的牛奶中注射了他未婚夫的艾滋病血。话音刚落，教室里像炸开了锅一样，修哉捂住口鼻冲了出去，老师则淡然地擦掉了黑板上的字。然而他的复仇方式并不简单于此，因为他知道，就算真的把血喝下去，他们也不一定会感染艾滋。之所以这么做，就是想要折磨他们，让他们更加深刻地明白生命可贵。后来直树真的以为自己感染上了艾滋，便将自己封闭在房间里，几个月不出门也不洗澡。妈妈想要敲门见他，也被他发疯似的赶走。在这段时间，直树会把他碰过的东西都用力擦干净。妈妈对此很是不解，
直到这天，他才明白所有真相。直树声称自己才是杀害爱美的真正凶手。原来那天爱美曾在直树的怀里醒来过，可直树还是狠心的将她扔进了泳池中。没错，他是故意杀的人，而他做这一切的目的，就是想证明自己不是一个怂货。案发那天，修哉离开时曾对他说过这样的话：别担心，你尽管告发我，你不是帮凶，也不够资格做我的搭档，你是一个无胆又无能的失败品。修哉说的话字字诛心，直树也因此彻底黑化。他要杀掉修哉没有杀死的人，要做一件修哉做不到的事，他要用杀人来证明自己不是失败品。听完直树说的这些，妈妈吓得瘫软在地，她不敢相信，从小这么乖巧的孩子，此刻就像个恶魔一样。绝望过后，妈妈彻底想通，她写好遗书，决定带着儿子一起饮恨西北，可最终还是没能下得去死手。妈妈在一旁慌张地哭着，直树则瘫坐在地上。恍惚中，他看到修哉用言语在羞辱他，于是他拔出刀冲了过去，闭着眼疯狂地朝修哉砍起来。就这样，直树的妈妈死了，他也被警察逮捕抓走。13岁少年弑母案轰动全国，此事再次传得沸沸扬扬。对此，修哉很是不服，一个胆小又无能的怂货，凭什么能得到这么多人的关注？他要比直树更出名才行。于是他制定了一个更加疯狂且恐怖的杀人计划。为了博取关注，这个男孩制定了一个恐怖的杀人计划，他要在学校里用炸弹集体杀人。为了防止事后媒体胡乱捏造，他提前将杀人计划录制成视频，上传到自己的网站上。视频中，他声称自己在学校里放了炸弹，引爆开关就是他的手机。明天是开学典礼，作为优秀学生代表，他要在全校师生面前演讲。到时候，等演讲一结束，他便会按下引爆键，和在场的所有人一起化为乌有。修哉心想，这一次他一定能名声大噪。原来他这么做是想得到妈妈的关注。多年以前，修哉的妈妈还是一名物理学教授，可生下儿子后，他就放弃了自己心爱的事业，当起家庭主妇，全心培养起了儿子。他对小修哉寄予厚望，可小修哉不知道遗传了谁的智商，做什么事都愚钝不已。日复一日，修哉妈妈开始变得憎恨儿子，甚至还会出手打他。最后，爸爸终于忍受不了，和他提出了离婚。妈妈就这样头也不回地离开了，再也没有回来过。后来，修哉拼命学习物理知识，制作各种装置上传到自己的网站，并链接到妈妈学校的网址，常年以此，就是想要得到妈妈的关注。然而一次又一次，妈妈始终没有理会他。于是他决定做一件能够引起全国轰动的事。这一次，妈妈一定能看到了吧？第二天的开学典礼如期而至，他按照计划行事。演讲结束后，掏出手机摁下了引爆键。然而这里却没有发生爆炸。他低头看去，结果发现讲台下面空空如也，昨天放置的炸弹竟然消失不见了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正想着，突然修哉接到了一通电话，是他的老师打来的。老师说，昨晚在网站上看到了你上传的视频，所以便把炸弹给转移了。说完，老师继续质问修哉，为何要让这么多无辜的人去为你牺牲？既然你在视频中说杀了谁都无所谓，那么就由你来亲手杀掉你最亲爱的妈妈吧。听到这些，修哉预感到了什么，他的鼻孔开始不停地流血。然而老师还在继续说，你的妈妈是一个好人，放完炸弹后，我一直在默默祈祷着你不要按下引爆键，可最后你还是按下去了。私にも聞こえましたよ。大切なものが消える音が。パチンじゃなく、ドッカーンって。好了，影片到此结束。整部电影看完后，内心久久不能平静。还记得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：当一个人痛到极点的时候，他会忘掉所有疼痛，并且没有任何情绪。电影中的主角优子老师就完美诠释了这句话。他平静优雅地完成了所有复仇计划，做到了真正意义上的杀人诛心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此结束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